第一课，探索自然。是的，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些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可以参加导游的观鸟之旅或自然摄影课程。听起来棒极了！我一直想更多的了解当地的野生动植物。没错，导游可以提供我们自己可能会错过的见解。另外，这是结识其他自然爱好者的好方法。是的，与他人分享体验可以使体验更加愉快。我也喜欢通过摄影捕捉美好时刻的想法。这里也一样，这是记录我们在大自然中冒险的完美方式。让我们检查一下时间表，看看下一次旅行何时可用。好主意，我很高兴能探索我们周围的美丽。第二课，环境责任。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地球，这对子孙后代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。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减少塑料的使用。是的，我们日常习惯的微小变化可以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。没错，我们还可以尽可能专注于回收和重复使用物品。我认为教育其他人了解可持续做法很重要。是的，传播意识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。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在生活中养成一些环保习惯。好主意，我很高兴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。齐心协力，我们可以在保护我们美丽的星球方面有所作为。第三课，最后的想法。在我们总结事情之前，还有其他要解决的问题吗？我认为我们已经彻底涵盖了主要问题。是的，我们已经讨论了所有关键方面，这非常有助于清晰起见。我同意，确保每个人都了解情况并保持一致非常重要。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，以强化我们已经做出的决定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明智的计划。回顾将有助于巩固我们的结论。我很高兴我们花时间详细了解了所有内容。是的，它表明了我们对使该项目取得成功的承诺。我期待看到我们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。第四课，运动器材。我在当地的体育用品商店看到了一些很棒的自行车和装备。很高兴知道。很难为初学者找到合适的装备吗？一点都不是。许多商店为新手提供建议和推荐。这令人放心。刚开始时有一些指导总是很不错的。是的。另外，尝试不同的设备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设备。没错，我认为参观商店并与专家交谈将是有益的。我同意。让我们计划一次参观，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。我很高兴能探索我们的选项，甚至可以测试一些装备。
这将是一次有趣的郊游，也是为我们的冒险做好准备的好方法。第5课，发动机故障。我的发动机一直有问题，它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你把它带到机械师那里去检查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我知道我应该。忽略它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。绝对可以，尽早解决问题总比晚点解决问题更好。我同意，我想确保我的车辆安全可靠的行驶。是的，定期维护可以防止更昂贵的后续维修。我想我将在本周预约看看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明智的计划。我希望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。我也是，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机械师所说的话。第6课，餐厅选择。这里肯定有很多餐厅可供选择。我已经搜索过该地区的一些受欢迎的餐馆。太棒了！你找到了哪些选项？有一家意大利餐厅以其美味的意大利面和舒适的氛围而闻名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！我喜欢一顿美味的意大利餐。是的，还有一家寿司店值得强烈推荐。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，新鲜的寿司永远是一种享受。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尽快访问其中一个地方。好主意，我等不及要一起享用一顿美餐了。第7课，剩下的乐趣。我吃了昨晚晚餐剩下的意大利面，我很高兴能把它存起来。有时候剩菜会很方便，尤其是在你忙的时候。绝对可以。当你不必从头开始做饭时，它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。另外，有时做一天后，味道会变得更好。我完全同意。草药和香料有更多时间混合在一起。没错，你做了什么样的意大利面？这是一种含有菠菜和蘑菇的奶油大蒜酱。听起来很好吃，我喜欢奶油意大利面，太舒服了。确实如此，我想我今天要把它加热一下当午餐。第8课，奥运意义。奥运会被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最重要的体育运动。这是真的。事实上，许多人相信奥林匹克精神使各国团结起来。没错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齐聚一堂比赛和庆祝。是的，它通过体育精神和团队合作，促进和平与理解。我认为奥运会如何激励子孙后代真是太神奇了。当然，它鼓励年轻人追求自己的体育梦想。此外，它还展示了全球运动员不可思议的才华和奉献精神。我同意，观看开幕式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大亮点。我也是，
文化展览令人叹为观止，令人难忘。第9课，观星应用程序。是的，有许多应用程序可以帮助识别恒星、行星和星座。太棒了！科技使观星变得如此容易和有教育意义。绝对可以，我们能从自己的后院探索宇宙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是的，这些应用程序提供的信息可增强观测夜空的体验。我同意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个星座背后的故事。当然，让我们尽快计划一个观星之夜，并使用其中一个应用程序。听起来棒极了，我等不及要看星星并了解更多信息了。我也是，这是我们的宇宙冒险之旅。是的，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。第10课，为野生动物打包。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徒步旅行中发现一些野生动物，太棒了！我们应该打包哪些必需品？绝对可以。我认为我们应该从适合户外活动的轻便衣服开始。好主意。从长远来看，舒适的衣服将使我们的冒险更加愉快。是的，坚固的背包对于携带所有物资而不会感到不舒服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，别忘了带上急救包，为任何小事故做好准备总是明智的。这是必须的。另外，带上一张好地图将帮助我们自信地在小径上航行。我同意，在手头有合适的工具的同时，与大自然保持联系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让我们确保为一次有趣而安全的冒险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。第11课，购物计划。听起来像个计划。让我们拿起可重复使用的袋子去市场。绝对可以。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是减少购物时浪费的好方法。是的。另外，它们可以容纳的不仅仅是塑料袋，因此非常实用。没错，我喜欢它们的环保性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改变，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当然，你有我们需要买什么的清单吗？是的，我列出了本周的新鲜农产品、零食和一些必需品。完美，让我们确保我们在那里还能品尝到任何当地特色菜。好主意，我喜欢发现新口味和支持当地农民。我等不及要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。第12课，风景名胜。是的，老灯塔是必看的，它可以欣赏到海岸的壮丽景色。绝对可以。我听说山顶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。我能想象，看到海浪冲击下面的岩石，一定令人难以置信。是的。另外，灯塔本身有着如此丰富的历史，这增加了它的魅力。我同意。
想想这些年来所有依赖它的水手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当然，让我们一定要带上我们的相机来捕捉美好的瞬间。好主意，我想记住这次冒险的每一个细节。是的，这里是探索灯塔和享受户外活动的好去处。我很期待。第13课，欧洲关系。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再将其他国家视为敌人，他们对打仗毫无兴趣。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观点，它表明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。绝对可以。合作与团结对于应对当今全球挑战至关重要。是的，专注于协作而不是冲突很重要。我同意。欧盟是各国如何共同努力实现互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然，让我们探讨一下这些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。好主意。了解这段历史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。是的，这是为了促进跨国界的和平与理解。绝对可以。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些重要的话题。第14课，民族色彩。紫色是一些紫罗兰的颜色，加拿大的国旗是红色和白色。你的国旗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的国旗是蓝色和金色的，代表我国的天空和田野。听起来很漂亮。色彩可以传达很多关于一个国家的身份和价值观的信息。是的，每种颜色通常都与文化遗产和历史息息相关。我同意。让我们来探索世界各地不同旗帜的重要性。好主意。国旗如何讲述国家的故事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我喜欢学习每种设计背后的象征意义。我也是，这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世界。绝对可以。让我们继续对话吧。第15课，完美的野餐天气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天气很晴朗，不是吗？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我想说，非常适合在公园里野餐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在户外用餐的同时享受阳光。在大自然的包围下度过一天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。我同意。让我们打包一些零食和一条毯子，然后去公园。好主意。我等不及要放松一下，享受美好的天气了。是的，野餐是忙碌一周后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。当然，在阳光下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。我很期待。第16课，历史反思。双方今天赢得的战争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。3000英里的边界有着复杂的历史。
绝对可以。看看冲突如何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和协议，很有趣。是的，边界的历史往往反映了人们的斗争和韧性。我同意，了解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之间当前的关系。当然，让我们更多的探讨这个边界的历史背景。好主意，了解这样的分裂是如何形成的，将是很有见地的。是的，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。我也是，这里是为了揭开过去。绝对可以。第17课，分享笑声。那总是让你微笑。是的，其实我喜欢这个笑话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很想听听。为什么稻草人获奖？因为他在自己的领域表现出色。太好笑了，我喜欢双关语，它们总是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。我同意，幽默即使是最沉闷的日子也能照亮。绝对可以，在生活中找到快乐和欢笑很重要。让我们继续分享笑话，这是建立联系的好方法。当然，这里有更多的欢笑和微笑。是的，让我们继续玩下去。第18课，安全意识。开个关于安全威胁的笑话。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绝对可以，必须意识到这样的笑话背后的含义。是的，安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谨慎对待。我同意，幽默有时会模糊界限，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。当然，让我们围绕有关安全的负责任沟通，推动讨论。好主意，在幽默和严肃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。是的，这是为了在我们的对话中提高认识和理解。绝对可以，让我们保持这个对话的开放性。我很期待。第19课，冰岛奇观。冰岛听起来很棒，有哪些必看的景点？哦，有很多，蓝湖绝对是许多游客的亮点。是的，被迷人风景环绕的地热温泉听起来不可思议。绝对可以，别忘了黄金圈，那里有美丽的瀑布。我听说过这些 ，Goldfoss 和 Geysir 绝对在我的清单上。是的，此外，探索火山景观和温泉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我等不及要看北极光了，对于许多旅行者来说，这是梦想成真。当然，让我们计划在合适的季节游览，以获得最佳景色。
好主意，我很高兴能沉浸在冰岛的自然美景中。第20课，喜剧视角。笑话可能很主观，有些人觉得有趣，而另一些人可能不是。是的，喜剧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东西，它在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很大。没错，有趣的是，幽默如何反映社会规范和价值观。我同意，有时候背景决定了人们对笑话的接受方式。是的，我认为探索不同风格的喜剧可以带来启发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观点和经验。让我们分享我们最喜欢的喜剧演员，我很想看看什么能让你发笑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很想通过你的推荐发现新的幽默风格。我等不及要深入讨论我们的喜剧了。第21课，活动策划。太棒了，我们期待在您的酒店举办我们的活动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场地，而且位置非常适合我们的需求。我同意，气氛将为我们的聚会定下正确的基调。此外，他们提供的设施将使一切顺利进行。是的，拥有所有必要的设备和支持对于成功举办活动至关重要。让我们确保最终确定细节，并尽快确认安排。绝对可以，我想确保一切都提前准备就绪。我也是，这将帮助我们专注于活动本身，而不是最后一刻的细节。我很高兴看到一切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。第22课，角色分配。我认为我们还应该为这个项目分配特定的角色和责任。这是个聪明的方法，这将有助于保持事情的井然有序和问责制。没错，明确的角色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混乱，并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。是的，另外，它使每个人都能专注于自己的长处。我认为将这些角色有效地传达给团队至关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它将促进协作和共同目标感。让我们概述一下角色，并在下次会议中讨论他们。好主意，我很期待看到每个人的贡献。我也是，这将使我们为成功做好准备。第23课，海滩计划。听起来很放松。你有特定的海滩吗？我在想那个有柔软的白色沙子和清澈的蓝色海水的那个。听起来很完美。在海边放松身心总是很不错的。绝对可以，我喜欢海浪的声音和阳光的温暖。是的，这是逃离日常生活喧嚣的完美方式。我同意，让我们计划一些有趣的活动，例如沙滩排球或浮潜。
好主意，我很高兴能在户外度过美好时光。我也是，让我们打包野餐，在海滩上度过一整天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我等不及要去海滩1日冒险了。第24课，历史背景。美国一些重要人群吹嘘，他们的家人乘坐5月花号过来了。是的，这是美国历史上许多人引以为豪的非凡部分。没错，它象征着在新大陆上开始新生活和冒险。我同意，这些故事塑造了全国许多家庭的身份。祖先如何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了解我们的遗产可以提供一种归属感。让我们更多的探讨美国不同的移民故事。好主意，每个故事都加深了我们对该国历史的理解。我很期待更多的了解这些不同的背景。第25课，零食推荐。你对特定品牌或口味的零食有什么建议吗？是的，绝对可以。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健康零食。太棒了！我一直在寻找既有营养又美味的食物。你试过烤鹰嘴豆吗？它们又脆又好吃。我没有，但是听起来很好吃，我一定会试一试的。你应该。我还推荐涂有黑巧克力的杏仁，它们太棒了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！我喜欢健康脂肪和抗氧化剂的组合。没错，让我们列出一份零食清单，下次去购物时要寻找。好主意，我很高兴能一起发现新的口味。第26课，城市探索。当然，我将开始研究一些城市，供我们在旅行时考虑。这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，有很多不错的选择。是的，我想的是既能提供文化又能冒险的地方。绝对可以。找到一个有很多值得探索的目的地很重要。我同意，让我们寻找有趣景点和美食的城市。是的，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将使我们的旅行更加愉快。我将编制一份潜在城市清单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完美，我等不及要看看你发现了什么。计划我们的下一次冒险将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。第27课，便捷的停靠点。是的，车站旁边有一个非常适合快速抓东西。很高兴听到，这将使我的回程变得更加轻松。绝对可以，我喜欢在这样的地方，便利性与质量的完美结合。我也是，
有不需要绕道的选项，真是太好了。没错，它可以节省时间并保持一天的平稳运行。另外，我可以在路上为自己买点零食。是的，在通勤途中享受一点乐趣，就能改变一切。我同意，正是这些小欢乐为原本平常的旅程增光添彩。让我们计划下次一起停下来。第28课，克服拖延症。另一种技巧是制定时间表，这对缓解拖延症有何帮助？好吧，制定明确的计划可以将任务分成易于管理的部分，从而减少任务的艰巨性。这很有道理，逐一处理较小的任务比较容易。没错，另外，它可以帮助你优先考虑需要先做的事情。对，知道要重点关注什么可以真正提高生产力。而且，看到任务从清单中划掉，可能会非常有动力。是的，它提供了一种成就感，鼓励你继续前进。当然，一致性是关键，时间表有助于确定这一点。我开始明白有效的计划如何将拖延转化为行动。第29课，花的力量。你的花园里主要种花，比如玫瑰和向日葵吗？是的，我非常喜欢种植玫瑰，它们带来了如此美丽和芬芳。玫瑰太棒了，向日葵也很棒，它们总能照亮空间。没错，向日葵非常开朗，它们会吸引蜜蜂和蝴蝶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。看到大自然在你的花园里蓬勃发展，真是太棒了。是的，另外，种花给人一种成就感和快乐感。我能想象，每朵花都提醒着你对花园的关爱。当然，这就像培育一点快乐。我想找个时间看看你的花园。第30课，舒适的住宿。那里的住宿提供舒适的小屋供出租，听起来很诱人。太完美了，小屋的气氛非常迷人，尤其是在大自然中。是的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坐在门廊上喝杯咖啡了。没错，这是摆脱日常生活喧嚣的好方法。另外，被大自然包围会让身心都焕然一新。绝对可以，这是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的理想场所。我迫不及待地想放松身心，享受宁静的环境。是的，让我们确保尽快预定其中一间客舱。当然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